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位在复健科看诊看了快40年的老医生了。这40年来，我看过上万个因为膝盖痛，生活品质变得一团糟的案例。有的阿公以前是登山好手，现在连去巷口买报纸都要犹豫半天。有的阿嬷只是想抱抱孙子，膝盖一软，差点摔跤。我看在眼里，心里真的很无甘。今天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会让你非常惊讶，甚至有点刺耳的真相，那就是你过去深信不疑，每天努力在做的护膝方法，特别是多休息、很勤保暖，如果用错了时机，用错了方法，不但没有保护到你的膝盖，反而是你亲手在毁掉你的膝盖。你没听错，我们以为的爱很可能是一种伤害。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医生啊，你是不是讲错了？我膝盖痛，复健师、我儿子都叫我多休息呀。先不要急着反驳，你听我讲，为什么休息反而可能有害？要搞懂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得先像侦探一样，钻到我们的膝盖里面，去认识一个比顶级象牙、比钻石还要珍贵的神秘结构。这个结构就叫做关节软骨。我们的膝盖之所以能够活动自如、弯曲、伸直、走路、跳跃，靠的就是大腿骨跟小腿骨末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像白玉一样光滑的软骨。它就像是我们车子的顶级避震器，吸收我们每一次行动的冲击力。但这个软骨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甚至是致命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决定了你过去所有的护膝方式到底是灵丹妙药还是穿肠毒药。这个致命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关节软骨里面，它一根血管都没有。各位，你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哪个器官没有血管？皮肤割伤了会流血，肌肉拉伤了会淤青，因为里面有血管在输送养分带走废物。但是软骨没有。那问题来了，一个没有血管的组织，它要怎么活下去？它的营养要从哪里来？答案就在我们关节腔里面，一种很特别的液体，叫做关节滑液。这个滑液很厉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老天爷特别为软骨量身打造的一碗超级浓缩的鸡精。所有软骨需要修复、需要润滑的营养，全部都在这碗鸡精里面。但是重点来了，这碗鸡精就在旁边，软骨要怎么喝到它呢？这里我要请你跟我一起做一个想象。你现在手上拿着一块厨房用的海绵，一块干巴巴、硬邦邦的海绵。这块干海绵就像是我们长期不动、缺乏营养的软骨。现在你把这块干海绵丢进一盆清水里，请问它会马上吸饱水吗？不会，对不对？它只会浮在水面上。你要怎么让它快速吸饱水？很简单，用手把它压进水里，用力挤压，再放开。你一挤压，海绵里的脏空气、旧的废物就被挤出来了。你的手一放开，它咻一声就把旁边干净的清水，也就是我们说的营养吸进去了。再压一次，再放开，一压一放，一挤一吸，这个过程我们在医学上就叫做节律性按压。我们的关节软骨就是靠着这个节律性按压的机制，在吃饭、在呼吸、在维持生命的。当你的膝盖规律的弯曲伸直，就像那只手一样，在帮你的软骨做泵压，把充满营养的关节滑液泵进软骨深层，再把软骨里面的代谢废物给挤出来。这是一个动态的活的过程。所以现在你知道那个最关键的秘密了。什么是对软骨最好的事？就是让它有规律的、温和的被按压。那什么是对软骨最残忍的事？就是让它完全不动。因为不动就等于完全切断了这个泵压的机制。
那碗鸡精就算再营养，就摆在旁边，你的软骨一口都喝不到。不动就等于是在给你的软骨断粮，你正在活活饿死它。好，现在你懂了，软骨需要靠动来吃饭，这个观念你一定要刻在脑子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拿着这个最科学的放大镜，来抓出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底是哪5个我们最信赖、最常做的护膝行为，正在扮演着饿死软骨、谋杀膝盖的恐怖杀手。我们会从第5名开始，一个一个揭晓，请你仔细听，看看你中了几个。毁膝杀手第5名，绝对静止不动。这个可以说是最普遍也最直接的凶手。很多人膝盖一痛，第一个反应就是要休息，不能动了，于是就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好几天都不敢动。你以为这样是在减少磨损，保护膝盖，对不对？错了，大错特错。根据我们刚刚学到的原理，只要你的膝盖停止活动超过48小时，那个海绵泵压的营养机制就差不多停摆了，你的软骨就开始进入饥饿状态。更可怕的是，不只是软骨饿肚子，我们大腿前侧有一组全身上下最大、最重要的肌肉，叫做股四头肌。这组肌肉是我们膝盖天生的最强壮的避震器。肌肉只要不动，它萎缩的速度是超乎你想象的快。你躺在床上1-2个礼拜，股四头肌的肌肉量可能就流失掉20%到30%，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最可怕的恶性循环。你因为膝盖痛，所以不敢动，因为不敢动，软骨饿死，肌肉萎缩，肌肉萎缩了，避震器没力了，所以你一动，膝盖就更痛，最后你就真的动不了了。这就是越痛越不敢动，越不动就越痛的死亡螺旋。毁膝杀手第4名，错误的激烈运动。医生，你刚刚不是说要动吗？怎么现在又说运动是杀手？注意听哦，我说的是错误的激烈运动。很多阿公阿嬷很可爱，听到要运动，隔天就跑去爬山、爬楼梯，或是跟着邻居去跳很激烈的广场舞。我的天哪，这对一个已经开始有磨损的膝盖来说，那个伤害就好像你拿厨房刷锅子的钢刷去用力刷你家那个最宝贝的不粘锅，你说那个涂层能不坏吗？我们要有个概念，膝盖是承重的关节。这里有一组数据，你听了可能会吓一跳。我们正常走路的时候，膝盖承受的重量大概是你体重的1.5到2倍，但你上楼梯的时候，那个重量会瞬间飙到体重的3到4倍。下楼梯更恐怖，是5到7倍。如果你去做深蹲，最高可以达到8倍。你想象一下，假设你60公斤，你上楼梯的时候，你单边的膝盖就要承受将近240公斤的重量。那是什么概念？等于你背着2-3个自己单脚跳着上楼梯。你说你那片薄薄的已经在饿肚子的软骨，怎么承受得了这种酷刑？所以运动是对的，但要选对运动，选错了就是在加速把你膝盖推向毁灭。毁膝杀手第3名，滥用热敷。这个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法宝。膝盖不舒服，拿个热水袋、热敷垫敷上去，哎呀，热热的，好舒服哦，好像痛都飞走了。这又是另一个巨大的陷阱。你要记得，我们的关节如果处在急性发炎期，它会有4个典型的症状：红、肿、热、痛。你摸起来就是烫烫的，看起来肿肿的。这个时候代表你的关节里面正在失火，有很多发炎物质在攻击你的组织。请问失火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是拿水去浇熄它，冰敷，还是拿1桶油去泼它，热敷？答案很明显，对不对？你在急性发炎的时候去热敷，等于是火上加油。热会让你的血管扩张得更厉害，让更多的发炎物质冲到关节里面，结果就是当下你可能因为热的麻痹感觉得很舒服，
但拿掉热敷包之后，隔天你会发现膝盖更肿更痛，甚至痛到没办法走路。热敷要在慢性疼痛期，也就是不红不肿的时候才能用，用错了时机，它就是帮凶。悔膝杀手第2名，穿错鞋子。这点是很多人，特别是我们的妈妈阿姨们最容易忽略的。我们常常觉得鞋子嘛，舒服就好，软软的最好。很多人喜欢穿那种很软的平底的功夫鞋、帆布鞋，甚至是在家里穿软拖鞋走来走去。你以为你在善待你的脚，其实你在虐待你的膝盖。你想想看，我们人体是一个精密的建筑，我们的脚底有一个结构叫做足弓，它就像是我们建筑的地基和弹簧。一个好的足弓可以吸收我们走路时大部分的冲击力，但是当你穿上一双太软、完全没有支撑的平底鞋，你的足弓就很容易塌陷下去，这叫做足弓塌陷。地基歪了，楼上的建筑会怎么样？当然跟着歪。足弓一塌陷，你的脚踝就会往内旋，接着你的小腿、大腿骨骼为了代偿也会跟着旋转，最后这股歪斜的压力会不偏不倚的集中火力攻击到你膝盖的内侧。很多人膝盖痛都是痛内侧，为什么？很多时候凶手就藏在你脚上那双你最爱的软绵绵的鞋子里，它正在不知不觉中磨损你的膝盖内侧软骨。好，深呼吸，我们要来揭晓第1名了。前面4个可能你还能想象得到，但这第1名的杀手可以说是最舒服、最隐蔽也最致命的，它就是我们家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的软沙发。没错，就是软沙发。你闭上眼睛回想一下，你每天最享受的时刻，是不是就是下班买完菜回家，把东西一丢，然后哎一声，整个人陷进那个又软又舒服的沙发里？这个姿势看起来很放松，但对你的身体结构来说是一场灾难。当你陷进软沙发时，你的屁股会比膝盖还低，你的整个骨盆会被迫后倾，身体弯得像一只煮熟的虾子一样。这个时候，你整个上半身的重量不是由坐骨来支撑，而是全部压在你的腰椎上。所以很多人做完软沙发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腰酸背痛。这只是第1步。最可怕、最致命的一刻，是你从软沙发上起身的那一瞬间。因为沙发太软太深，你没有办法像从正常椅子上一样优雅地站起来。你注意看哦，你是不是得先身体往前用力地晃个1-2下，屁股在后面扭来扭去，找到一个施力的支点，可能还需要用双手撑着扶手或自己的大腿，嘴巴里哼一声，然后用一股爆发力把自己整个人从沙发里弹起来。就是这个弹起来的动作，在你弹起来的那1秒钟，一股非常恐怖的不自然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剪应力，就会像一把园艺用的那种大剪刀一样，咔嚓一声，狠狠地剪在你的膝盖软骨和十字韧带上。这个力量不是垂直的压力，而是前后错位的剪力，对软骨的磨损是最大最直接的。你回家坐1次沙发，可能就要这样剪个5次10次。你1天剪几次，1年下来剪几次，10年下来，你亲手用这把隐形的剪刀剪了你的膝盖几万次。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软沙发是我们膝盖最舒服也最致命的杀手。如果你现在就是陷在沙发上看着这支影片，并且听懂了我刚刚的分析，我请你现在就在下面留言我要健康，用这个动作提醒自己，也提醒所有我们关心的人，是时候从这个舒服的陷阱里站起来了。讲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背脊都发凉了？觉得生活处处是陷阱？别担心，别怕，我今天拍这支影片不是要来吓唬你们，让你们焦虑，我是要来给你方法，
教你怎么反过来成为一个聪明的、懂得科学保护自己膝盖的健康达人。记住，护膝的黄金心法其实就2招，非常简单，不用花大钱，但效果比你吃任何保健品都好。这2大心法就是训练才是最好的保养，以及选择对的支撑。我们先讲心法1，训练才是最好的保养。刚刚说了，不动会饿死软骨，萎缩肌肉。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不伤害关节的前提下去滋养软骨和锻炼肌肉。有没有这么好的事？有，这里我就教大家一个黄金动作，不管你现在膝盖痛不痛都可以做，而且非常安全。这个动作叫做坐姿抬腿，很简单，你现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做。首先找一张有靠背的稳固的椅子，坐稳，屁股坐暖，背轻轻靠着椅背打直。接着选择你要训练的那条腿，把你的脚从地面上缓慢的、有控制的向上抬起来，一直抬到你的膝盖完全伸直，跟地面平行。在最高点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整块肌肉是绷紧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然后保持这个姿势，在心里默数5到10秒钟，5、4、3、2、1。好，然后再缓慢的、有控制的把脚放下来，这样算1次。2只脚轮流做，每天有空就做，想到就做，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做。一天做个3到5组，一组做个10到15下。为什么这个动作是黄金动作？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你的脚是悬空的，膝盖完全没有承受你身体的重量，所以对软骨的磨损是0。但是你的膝盖在一伸一屈之间，又完成了我们说的海绵泵压，能够滋养软骨，同时你大腿的股四头肌又得到了最精准、最有效的锻炼，这就是最聪明的训练。再来心法2，选择对的支撑，这就是针对我们刚刚讲的杀手们进行反击。首先换掉你家那张杀人于无形的软沙发，去买一张高度适中、软硬适中的椅子。什么叫高度适中？就是你坐下去的时候，屁股跟膝盖差不多高，大腿可以跟地面平行。这样的椅子才能让你的骨盆保持在中立的位置，让你用正确的姿势起身。其次，去为自己投资一双好鞋，不要再穿那些软趴趴的平底鞋了。去鞋店找一双有良好足弓支撑、有避震效果、尺寸完全合脚的专业健走鞋或运动鞋。这笔钱是我认为所有保健开销里面最值得花的一笔。一个稳固的地基才能保护你楼上的所有关节。相信我，这比你吃任何昂贵的葡萄糖胺、软骨素都来得更重要、更有用。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膝盖它承载的不只是我们的体重，它承载的是我们晚年的生活品质、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尊严。我们能不能在7老80的时候还能自己去市场买菜，还能到处去旅行，还能轻松地抱起我们的孙子？关键就在于我们现在怎么对待我们的膝盖。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告别那些错误的、想当然尔的旧观念，用科学的、聪明的主动训练和智慧支撑，去取代那些错误的被动静养和舒适放纵。如果这支影片像一盏灯，照亮了你知识的死角，请你一定要按个赞，并分享给你关心的父母、朋友和孩子。你传递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一种负责任的爱。而且这类真心话内容，你知道的，随时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就看不到了，所以别忘了先订阅我，才不会错过更多真正能保护你和你家人的健康智慧。我是你专属的健康顾问，我们下次见。